你是不是也常常靠一杯咖啡提神醒脑？但是你知道吗？咖啡喝得对能让你更健康，喝得不对可能会让你不舒服哦。那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喝才对呢？今天我们就用3分钟来看看吧。嗨，大家好，我是食品科学与营养毕业，目前对营养和健康还很有热忱的素怡。今天是3分钟营养系列。之前有一位粉丝问咖啡的好处和坏处，所以今天就想要用3分钟来分享一下，也留言让我知道你是不是爱喝咖啡的人哦，一天又喝多少杯呢？那我们开始吧。先说好消息，咖啡确实有不少的好处哦。说好处之前要记得，咖啡因不只是咖啡里面会有，像是茶、可乐、运动饮料、能量棒、保健食品和巧克力等等的都有咖啡因哦。所以大家记得每次买东西的时候都看一下包装。我相信第一个好处也是大家为什么一开始会喝咖啡的原因。喝咖啡可以帮助我们提神和提升专注力。也有研究发现，咖啡因对于老年人的记忆力有帮助哦。可以提神是因为咖啡因它阻止了脑里面的腺苷作用，让我们感觉到更有精神、更有动力。咖啡因和腺苷的结构很相似，可以欺骗腺苷受体，所以咖啡因就去占据了受体，让我们的神经持续的保持在兴奋清醒的状态。因为这些特性，部分研究也发现喝咖啡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情，会减少焦虑的症状。再来，之前的新陈代谢食物影片里面也是有提过，研究发现咖啡因还能促进我们的代谢，短暂的提升燃烧热量的效率，对我们的体重管理有帮助。还有上几部的运动前吃什么的影片也有分享过，咖啡因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运动表现。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咖啡富含抗氧化物，提供抗氧化、抗发炎、抗癌等的作用，能帮助我们保护细胞，减少老化和慢性疾病的风险。是不是听起来很棒？咖啡因有的全部都是好处，但是喝太多就不是这么说了。虽然适量咖啡没什么问题，要注意咖啡因会影响我们铁的吸收，所以在你吃营养补充剂和平时吃饭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和咖啡一起吃和喝，不然你吃的营养素里面铁就会很难被吸收了，你就吃了等于没吃。如果有摄取铁的补充剂的朋友，建议和维生素 C 一起服用哦，更容易可以帮助铁的吸收，或者也可以搭配一杯无糖的橙汁。咖啡也会严重的干扰一种治疗骨质疏松症的药物的吸收。还有，如果你是有吃抗生素的，像是龟诺酮类抗生素的话，会增加咖啡因的吸收，也是要注意的。有心、肝、肾、胰脏、胃、肠、神经系统疾病也不建议喝咖啡哦。还有就是，当我们喝过量咖啡的时候，问题也会来一堆。你可能会感到焦虑，适当的咖啡帮助焦虑，更多还是会焦虑。心跳加速，甚至睡不着觉，特别是晚上喝的话，可能会对你的睡眠影响很大哦。而且有一部分人他对咖啡因是很敏感的，不需要过量，可能就已经出现刚刚我提到的这一些症状了。再来，如果你习惯空腹喝咖啡，你的胃可能会受不了。咖啡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对胃不好的人来说容易感到不舒服哦。刚才提到的这一部分的人都建议可以喝类似咖啡味道但不是咖啡的橘咖啡、抹茶，其他的红茶，也可以选择对肠胃健康有益的孔布茶。刚才在提好处的时候就说到咖啡阻止我们脑中的腺苷作用嘛，这个效果它只是预支了我们的能量，而不是咖啡因提供能量。咖啡因没有提供我们能量，所以这个预支的后果是需要还的。在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身体比之前还更累的这个状态的反弹情况，同时也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睡眠，包括我们的睡眠周期、睡眠质量和隔天的精神状态。还有我们的身体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当我们长期都摄取咖啡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为了适应这种刺激，它会产生更多的腺苷受体，所以咖啡喝多了容易上瘾，每天不喝哇就感觉浑身不对劲。而且这样一来受体变多了，你喝一样多的咖啡因其实没有办法让你达到同样的提神效果。所以喝咖啡虽然有好处，但是一定要适量，过量的话真的很伤身。
那每天应该喝多少呢？多少才是适量？根据专家的建议，健康的成年人每天的咖啡因摄取量应该控制在400毫克以下，大概就会是4杯普通的咖啡的量。每一次喝的时候，在200毫克的咖啡因里面，也就是说你一次最多只可以喝2杯，不要给我一下子就灌4杯，你说一天可以喝4杯吗？如果你是孕妇或者是对咖啡因敏感的人，就建议减半，一天不要超过200毫克的咖啡因。最后，咖啡是好东西，但关键是每天最多只可以喝2到3杯，比较适合，不要过量，避免空腹喝咖啡，选择少糖或者是无糖的会更好。要减肥的话，就优先考虑无糖的，需要加奶就选择拿铁而不是摩卡。如果你喝咖啡容易睡不着觉，那就尽量在下午3点前结束喝咖啡的时间，3点后不要再喝咖啡。也要随时注意咖啡因的来源哦。茶、可乐、运动饮料、保健食品等等都有可能含有咖啡因。你有什么其他可以替代咖啡的饮料建议吗？留言告诉我哦。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给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们。我是素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订阅了吗？还没有的话，按这里，谢谢。